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00。大家好，我是阿沟里。今天咱整个大活，我们从头到尾带大家一行一行的写一个稍微复杂的量化交易 EA。如果你也想拥有这样的盈利曲线，就看完这个视频。不过视频应该比较长，我会分成几个视频发布。提醒一下，本频道内容都是为了学习研究，该策略也是别人分享于我，请勿直接使用。如果需要代码对照编写的同学，可以点赞、评论、私信我。好，在我们开始编码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策略，这个 EA 的具体操作细节。首先，这个策略只使用到了一个指标，就是 RSI。RSI 主要是用来做超买超卖，做价格的反转的。另一个，我们这个策略还用到了一种资金管理的方式，就是马丁。具体的关于马丁策略的相关内容，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感兴趣的可以去前面回顾一下。好，我们就从做多做空、止盈止损、出场，还有马丁，还有过滤器这几点来着重说一下，基本也就涵盖了一个策略，涵盖完了。首先是做多条件，我们把它放在盘面上去理解一下。第一条，当前 K 的 RSI 是最近 N 根 K 的最低值，这个 N 可以是3，可以是5，可以是8。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例是3的话，我们用这个来举例啊，这是做多。做多的话，首先这个 RSI 的值是最近3根，1根、2根、3根，最近这3根的最低值才满足做单条件。这里其实就是满足的。第二点，不存在买单，它的作用就是为了避免重复下单的。第三点，当前 K 的 RSI 小于 N， 这个 N 可以是30，也可以是20，也可以是10。这里我们举例30啊，当前 K 的 RSI 小于10，也就是这里啊，这有一根线啊，只要是小于这个30的，这些 RSI 都是满足这个做单条件。然后第四点，上一笔交易是持平或者盈利的话，只有当上一笔交易是持平的或者是盈利的，并且还满足另外这3个条件的话，我们才可以去做多。如果说上一笔交易如果是发生了亏损的话，即便你满足了这3个条件，我们这笔多单也是不能做的，因为我们这里如果是前笔发生了亏损的话，我们会交给马丁处理。好，这就是做多的条件。我们下面来讲一下做空的还依旧是这个图表。做空的条件其实跟做多的条件就是反转过来首先第一点，当前 K 的 RSI 是最近 N 根 K 的最高点。我们看这个地方，的 RSI 是最近打个比方，最近3根的最高点，它就是满足条件1的。然后2，不存在卖单，避免重复下单嘛。第3条，当前 K 的 RSI 的值是要大于 N 的，这里写错了，应该是大于70这里的 N 是70，看，也就是说，只要它是在这根虚线上面，都是满足这个条件的。这个地方是75.44满足的。然后最后一个条件是上笔交易是持平或者盈利的，才可以做这笔空单，跟我们刚才的多单的条件是一致的。因为如果上一笔是发生了亏损的话，不管是做多亏损的还是做空亏损的，我们通通是交给马丁处理的。
好，下一点，止盈止损。我们这里的止盈止损都是固定点数的，比如说我们固定50个点止损，100个点止盈。打个比方说，我们在用这笔多单来举例啊，打个比方吧，我们在这里做了一笔多单，然后我们今天固定是50个点止损，这太小了，比如说这里是固定100个点止损，大概这个位置，然后200个点止盈，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左右，就是固定点数的止盈止损，这个还是很简单的，没有太多值得阐述的。好，下一点，出场条件，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止盈，也没有达到止损的情况下，我们是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去出场呢？就分2种情况啊。第一种，如果上一笔交易是亏损的话，如果是亏损，那么我们这里面的逻辑啊，应该还是在马丁的处理过程中，所以它不存在什么不存在出场这个概念。出场的概念只能是说上一笔交易是持平或者盈利时，如果你是如果当前的 RSI 啊，如果是大于 N 的话，那就是平仓多单。还是举例啊，如果我们在这里做多了，当前我们做的条件不是 RSI 小于30吗？如果说随着行情的进展，它并没有打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止盈可能在这边了，我们的止损在这边，进场还是刚才这一根，它并没有打到我们的止损，也没有打到我们的止盈，而是随着这个行情一步一步向上走。它走到什么时候啊？它走到如果 RSI 超过了70，也就是这个地方，超过了70，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位置，这个价位出场了，就不管后面的止盈了。这就是我们的出场逻辑。空单的话是与之对应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满足了做空条件，它的止损呢可能还在上面了，它的止盈呢可能是在这个位置，而随着这个行情的向下走，它走到什么位置会出场？走到这个位置，应该我估计就会出场了，因为它已经低于30了，走到这个位置可能就出场了。当然，这个具体是低于30呢，还是说低于10、低于20？这个我们具体回测之后再说啊，这里只是举例。好，下一点就是针对于我们的亏损单的马丁处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上一笔交易是亏损的，不管是做多亏损了还是做空亏损了，亏损之后，我们就在它止损之后，我们就开一个反向的交易。你之前是做多亏损的是吧？现在我们就开一个反向的单，做空的单做进去，并且这个交易手数啊，你是可能会是有增加系数的，你可能是按照1.1、按照1.5、按照2倍去增加。比如说之前你是做的，举个例子啊，你之前是做了一手空单，止损了，然后下一次我们就是做什么？如果这里我们的这个增加系数是2的话，我们就做两手的多单。如果这个2手的多单又止损了，因为我们这里增加系数是2的2倍嘛，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增加4手的空单，直到这一单后面可能是8啊，
能又变成16，直到它盈利打到我们的 take profit， 打到我们盈利的是一个盈利单子之后，然后我们才会又回到普通的做多做空条件这些逻辑里面去。这个说起来可能会有点绕啊，但是我一看代码你们就明白了。还有一个点就是过滤器啊，这里我们给它加了一个什么样的过滤器呢？就是时间过滤器。什么意思啊？有2个点，一个点就是可交易的时段，就是我们定义了这个 EA 只能在什么时间段内才可以做交易，除此之外通通就不做交易，不工作。假设就是早上3点到晚上的22点才是这个 EA 的工作时间，其余的比如说12点到1点、2点，这些都不工作。还有一点就是避免在新闻时段做交易，就是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功能啊，比如说让它在晚上你所在国家你所在国家的时区去自己去尝试啊，自己去设置啊。比如说我这里，我观察到我们在晚上8点啊，可能就是很多重要的新闻发布的时间啊，会造成这个点差的剧烈波动，所以我这里可能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就暂停这个 EA 的工作，就让这个 EA 暂停掉，然后过了8点之后，到了9点我们才开始工作。行，这就是这个 EA 的全部的操作细节。让我们开始编码吧。依旧是老规矩啊，我们点击这个 IDE 或者按 F4，打开我们的 metadata，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创建新的文档，点击 EA 交易下一页，然后我们给我们这个 EA 起个名字啊，我这里就叫 RSI 马丁格尔这个交易策略，这个名字了。下一页，还是之前的习惯啊，我不喜欢它这种格式，这种风格。首先是我们会导入一些包，导入一些库，也相当于是导完库之后，我们会生成一些待会儿会用到的一些实体对象啊。这个 trade MQH 主要是用来做交易相关的，这个 position info 呢，主要是一些持仓相关的，indicator 这个主要是指标相关的，还有 deal info 这个主要是我们历史订单啊、历史数据相关的， symbol info 主要是我们这个当前交易这个品种相关的一些信息，点差呀、点值啊之类的一些信息。然后导入包之后，我们会针对这些包生成对象，因为你不可能直接拿包用嘛，你总得总得有一个调用的主体吧，调用实体吧，实例吧。然后我们这里会准备一些基本的参数啊，首先写这个的意思就是，直接在这点编译啊，编译之后，我们看这里，它基本上就有一个这么个标签啊，相当于是给一组参数分组的意思。待会儿我写完你们会明白。好，下一行这个 magic number 啊，magic number 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 EA 一个身份证一样，这个一定要是唯一的啊，如果你不唯一的话，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套系统里面只有一个交易策略，我们重要的是一个投资组合的概念，所以可能会是一堆，比如10个、20个策略加在一起的
一起工作的，所以你每一个你怎么能分辨哪一个订单是他的呢？就通过这个 magic number， 也叫魔术号。好，下一行，下一行是这个 init 初始化手术啊，就是我们最开始做多做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究竟用多少手呢？多少手术去做这笔交易？这个初始化手术。下一个是 max spread， 就是可以接受的最大点差。如果点差太大的话，就放弃这笔交易。max 这个单词我还不会念 ，slippage 吧 ，slippage 最大可接受的滑点。如果滑点太大，跟这个 max spread 的概念一样，如果点差太大，滑点太大，那这笔交易我们情愿放弃，就不做了。我们点击编译，看一下，看到了吗？看到这个概念了吗？这相当于是分组啊。这4个参数对于我来说都属于一种基本参数啊，他们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优化，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初始化的手术可以进行优化，我这里就不优化它，直接放在基本参数里。好，下一行。下行就来到了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参数优化的参数啊。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个 RSI 的周期，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我们这里指标的这个概念。我这里可能会讲的比较快啊，因为这个慢了的话，这个视频会拉的特别长。如果你们不理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暂停啊，去网上搜索一些这些概念，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数据类型啊，我就不太想去讲啊，什么 int、double、string，这我都不太去讲了。继续吧。还有下一个参数是这个 RSI level 啊，就相当于是我这里写的是 RSI 的上沿值，就相当于是这个概念啊，这个70的这个概念，就是上沿的值。我这里没有去写下沿的值了，因为你再写的话，我可能参数可以优化的参数太多的话不太好啊，可能过度拟合，所以我直接写了一个上沿值。如果你们这个参数里面具体我们会怎么得到这个下沿值，就是用100减去这个上沿的值，下沿值就是30，因为 RSI 的这个它的取值范围就是0到100嘛，所以我们直接写一个上沿的值就可以了，下沿的值没有必要。所以下一个参数就是 Barsford condition， 就是确认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我们这里不是存在这个当前 K 的 RSI 是最近 N 跟 K 的最低值吗？这个参数就是这个 N 的意思，就是它要比较多少根 K 线的 RSI， 可能是10，可能是5，可能是20，这个样子啊。20可能有点太大了。下一行，是这个 take profit， 就是 TP 嘛，我们止盈的点数。如果是0的话，就代表没有止盈啊，与之对应的有止盈肯定有止损，这 stop loss 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数。0的话还是一个意思，就是没有止损的意思。Input double 马丁格尔 multiply， 这个参数就是说，我们这里面不是有这个马丁的概念吗？马丁里面不是有一个
增长系数的概念，这个就是那个参数，可能是2，也可能你也可以保守的用1.1，你用1都是没问题的。编译一下，编译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看一下这个工具箱里面有没有报错啊，这里的是没有报错，也没有警告，看一下。下面就是还有一个部分是需要外部进行更改的，就是这个你也可以针对它进行参数优化，就是这个时间过滤器。时间过滤器首先是第一个参数是 start time， 就是开始时间，就是这一天中你这个 EA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呀？这个 end time 就是说你这个 EA 是从什么时间结束工作，就是这2个参数啊，给这个 EA 定义了一天中的一个工作时区，一个时间区间的概念。好，还有一个是避免在新闻时段做交易嘛？这些参数就是用来定义你需要在什么时段去暂停交易的。Force 就是暂停的，force 就是不要暂停。如果这里填 true 的话，就代表着这个 EA 会在凌晨暂停交易，凌晨过了，它才会恢复正常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时间过滤器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参数啊，这些就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参数啊。一个就是用来显示调试信息的，是否显示调试信息，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图表上会打印一些信息，让我们观察这个 EA 的工作状态。这个就是修改这个调试信息的颜色，因为有的人的话，他这个可能喜欢用黑色的面板，那你这个调试信息上的文字可能要改成白色啊或者红色一些比较显眼的文字，不然你可能看不见。好，这就是我们声明的一些参数啊，有没有报错？没有报错。一些参数。好，我们继续啊。onInit 方法，什么是 onInit 方法？跟它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初始化的方法。就是当你把一个 EA 啊加载到这个图表的时候，你加载这个图表的时候，那一刻，或者说你更改这个 EA 的一些参数的时候，都会触发的一个方法 onInit 方法，它只会执行一次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里面我们的一些代码。首先第一行代码就是要判断什么？判断一下我们这里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就是你的开始时间如果大于你的结束时间了，那我们这里直接返回这个参数错误的异常。你如果返回这个错误的异常的话，这个 EA 啊，你加过来之后它就不工作了，因为你这出现错误了。只有当你返回 init success 啊，才代表这个 EA 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可以继续工作。下一行就是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策略里面有使用到 RSI 这个指标。针对于 RSI 这个指标，我们在对它进行逻辑判断的一些时候呢，我们首先肯定就是如何获得这个 RSI 指标的数据，如何获取每根 K 线 RSI 的这个数值，获得这个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判断。获得这个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 RSI 指标的一个距比。这个概念很抽象啊，这个
你们先这么用，不仅需要句柄之后，还需要一个 RSI 的一个 buffer， 一个数组。这个数组是一个动态数组，它就是用来存储我们每一根 K 的具体的走到这一根 K 的这一根价格是它的 RSI 的值是多少？对，它就是用来存储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啊，我们肯定是用它来做一些逻辑判断。我们声明了这个句柄，这个句柄的内容从哪里来呢？就是使用这个 IRSI 这个方法啊，我们按 F1。对，如果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如果你们针对于某些方法你不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在鼠标点击它之后，你按 F1啊，比如说这个 int， 你按 F1之后，它会出现帮助文档帮你去解释的。比如这里 int 在这里解释就是占整形嘛。整形是什么？整形就是数字嘛。比如说这个 onInit 方法，你在这里按 F1， 它会告诉你什么？是初始化事件处理程序，是一个初始化的方法。这里它如果返回 init success 就是成功初始化，可以继续测试一页，就是我们这里的意思 init success。如果返回这个 incorrect 就是参数的意思，返回这个参数的话，其实我们这里的话，这个值意味着错误的输入参数中，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参数输入错误，不符合逻辑，那么这个策略测试将不会在这个任务确实的传递给其他代理进行从事。它是翻译的真的是，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返回这个错误，它就不再执行下去了，或者你也可以直接返回这个 failed， 初始化失败了，它就不会执行下去了。好，继续说回来，这个 RSI handler 我们具体内容是从哪来的？就是从这个 IRSI 这个方法来的。这个方法是 MQI5 的，MQI5 自己的方法。按 F1 它就告诉你，意思就返回相对强弱指标处理器。它解释的不太合理，不太通俗啊，你就理解为你这个东西声明出来之后，你没有给它填什么内容没有给它填充内容，你就没办法使用它。这个方法就是用来给它填充内容的。第一个参数 symbol 就是说你当前是作用在哪一个交易品种的。第二个参数就是说你作用在哪一个时间周期上面的。它这个地方对应的放在图表上来看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它意思就是说这个 symbol 就是指的你具体是哪一个品种，这个0呢就是你具体是哪一个时间周期，我们这里是 H1。这个参数呢就代表的是你具体的 RSI 的值是多少，你要作用在10还是15啊，就这个意思。这个 price close 的就代表你是从哪一个价格去取值计算的这个 RSI， 可以是 close， 也可以是 open， 也可以是 high、low， 也可以是价格区间的这种。我们这里直接使用 close， 下一行就是这个概念。我们这里不是得到了 RSI buffer 吗？我们还需要把它从时序上设置为倒序，设置为倒序之后，才符合我们正常逻辑去使用。还有一个就是 trade set magic number， 这里就是设置它的魔术号。我们在这里设置之后，在后面所有的使用 trade 点 buy 或者 trade sell 之后，它都会把这个魔术号加上去。好，这就是 onInit 方法。好，继续啊。
好，下面就是 onDelete 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什么意思呢？去看一下官方的解释，就是说称为失败初始化。它不叫失败初始化，它就是说，这个方法会在我们从图表上移除一个 EA， 或者是，对，就移除，就是这个 EA 啊，它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再使用它的时候，它会调用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方法里面啊，你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内存释放的一些工作，指标内存释放的工作。我们这里先不写它。Untake 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很好理解的，看一下官方的解释。交易品种收到新订单号时 ，EA， 它这个解释真的是无语啊。这个 Untake 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次报价，每一个价格的跳动，它都会调用一次这个方法。比如说，一个商品的价格是1块钱，它现在跳动了一下，变成1块01毛，它会调用一次这个方法；调动成1块02毛，它又会调用一次这个方法。就是每一次价格的变动，它都会调用这个方法。在我们写这个方法内容里面之前，我们先就要写一个方法，就还是获取这个 RSI 的数值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I get array， 这是我自定义的一个方法。我这个方法要说2点，一点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从这个指标缓冲区中获取数据，并且把它存储到这个动态数组中。简单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从这里面获取 RSI 的数值，填充到这个动态数组 buffer 里面。然后我们这里面所有参数都是用的 const 的常量参数啊，代表的是这个函数内部不可以对它进行修改。这个方法是返回的一种布尔类型，先定一个后面会用到的一个返回，先让它不要报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实现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检查这个数组是否为动态数组。反过来，就是判断一下这个方法不是会传入一个 array buffer 的一个数组吗？我们首先判断这个数组是否是一个动态的数组，如果不是的话，会报一条这一个异常，告诉我们这个数组是非动态数组的，并且这个返回 false， 直接就返回了，不执行下面的语句了。下一条就是释放数组的内存，在我们获取从这个 handler 句柄里面获取数据填充到 buffer 里面之前，我们先把这个 buffer 里面的数据释放一下这个内存。同时，我们还要重置一下这个错误代码，就是可能会报错的话，我们先把上一次错误重置一下。下面这一行代码就是重要的啊，就是具体是怎么从这个缓冲区复制到拿到的这个数据的，我们是怎么拿到这个 RSI 数据的。这个 copy buffer 我们后面会经常用到，它的作用就是用来从这个内存中获取 RSI 的数值，也是从我们的句柄中获取 RSI 的数值到我们的这个 array buffer 里边的，到我们动态数组里面。获取完成之后，有可能获取失败啊，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判定。如果复制失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目标是拿到 count， 拿到比如说这里拿到20个，
但是我们执行这个方法之后，它给我只返回了10个。我们这两个不相等的话，代表可能获取失败了，我们就不往下执行了，就返回一个 false， 并且打印一个错误日志啊。好，整体理解一下这个 iGetArray 的意思，就是说从指标缓冲区中获取数据，并存储在动态数组。编一下，没毛病。没毛病之后，就可以回到我们这个 onTick 方法。在每一次价格进来之前，我们都要从缓冲区获取到 RSI 的数组，RSI 的数据，布置到这个数组中去。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个 bars for condition， 你具体要获取多少个数据呢？除去当前的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是要比较最近这3根，不是比较最近这3根 K 线的 RSI 的话，那么这取值就是用3加1 4，因为它当前这个也是占一个的。对，这就是获取到了 RSI 的数值。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显示调试信息吗？所以我们这声明一个调试信息的一个数组，我们打印一下当前 RSI 的值具体是多少？值从哪来呢？就是从这个 RSI buffer 里面来。0就代表的是当前这一根的，1代表的就是前一根的。我们举个例子，当前这一根就是0，这一根就是1，这一根就是2，理解了吧？很好理解。当然，如果你是想这样来获取的话，前提是你要把这个数组设为时序上的倒序。但是我们这里只是声明了，并没有打印到这个屏幕上面。可以在这里看一下，我们把我们写的这个EA 编译好的 EA 拉到这里，拉过来就行，也可以双击啊。看一下，还是都是正常的。把这个颜色改一下，因为我们这是白色的绿色，改成文字的颜色改成黑色，没有任何信息啊，所以需要我们把它打印到屏幕上。我们需要写一个方法啊，就是显示调试信息的这个方法。它接收2个参数，一个是数组，就是我们这里的数组，我们这里的数组，你要输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先获取这个数组的长度啊，你具体要输出多少行？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获取之前，我们在打印这个数组到我们的屏幕上之前，我们先要把上一次的给它删除掉，对吧？不然你每次的话都一直生成的话，屏幕上那文字不是混乱了吗？一直越来越多了，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先把之前的过去的信息重置一下，删除一下，删除上次的重置信息。删除的话，就使用了这个 Object Delete 方法。下面就是生成的方法。生成的话，就是我们这里获取到这个数组的具体长度之后，我们直接一行一行的便利一行一行的把它们输出到屏幕上。输出的话就是用的 Object Create 方法。这里要说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就是放在这里，这个数组就放在这里，它就可以一行一行的输出了。好，我们编写一下。这个方法写完之后呢，我们得调用啊。
不调用的话没有用了，放在这里，我们对它进行调用。就是把这个参数传进去之后，你这个数组里面有什么，它就输出什么，懂了吧？但是这个输出之前，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这些信息啊，你并不是说一直需要的，你有时候这个输出的东西太多了，感觉这个盘面上很杂乱，很难看，就可能需要把它隐藏掉，所以我们这里设置了一个外部的参数啊，就是是否显示调试信息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给它加上 OK， 它具体功能就是是否显示调试信息。好，我们编译一下，没有报错。我们具体在这个图表上看一下，这是一个比特币的1小时的图表，把我们的刚才写的这个EA 拉进来，可以双击，也可以这样拉进来啊。然后这些参数都没有错啊，都没问题，没毛病，把这个改一下。黑色。每一次价格的跳动，这个地方都会有我们当前 RSI 的具体变化的值。每次变动，每次价格变动，都会运行一次 untake 的方法。每一次见了 untake 的方法，我们都会进行一次 RSI 的取值，并且把它输出到屏幕上。这下面的这个 label 是因为我们这里生成的是一个9行的显示数据，但是我们并没有填充到第2行、第3行的数据，所以它这里调整的比，所以它每次都会生成一个默认的一个 label 标签。这中间还是有内容的，中间后面还是会填充内容的。我们修改之后它自己就过来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更新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移除，再把它添加鹅红色，然后随着价格的跳动，它就会显示出来。这里边的 RSI 是59.15，而我们这里用的这个 RSI 是具体是多少呢？是14。我们添加一个，看一看是不是啊？添加14。看一下这里的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值59.28、59.05，看一下，这里没毛病吧？59.05、59.05，看一下，58.27、58.27、58.36、58.36，没毛病啊。好，今天先到这啊，因为这个屏幕录制的时间真的太长了，必须要先结束了，必须要放在下一个视频了。好，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请点赞评论，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的内容啊。下一个视频应该就是继续完成我们这个策略。好，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